每当我以为这些都是极限的时候，总有人会跑出来打破我的认知。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也知道，近期又有一个大哥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就是单赛季击杀最多的玩家。你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积分是断崖式的隔开了其他的玩家。这个是超夸张的。那你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就是击杀一个对方体5的部队呢，就可以拿到5分嘛。那我们拿来除以5分，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他击杀了差不多20亿的体5部队啦。那如果我们换算去击杀积分的话，他在这个赛季总共是击杀了407亿的积分。这已经打破了海登在前不久才打破的最高纪录。那你们可以看到海登他在前不久所创下的纪录是344亿的击杀积分。那你们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就是2个月之前2月12日而已。也就是说他这个纪录只是维持1个赛季而已，就已经被人家打破了。但是这种尴尬的情况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也就是发生在 BT Cyber 的身上，就是 Canada 打破了他的记录，也是不到1个赛季而已，就马上被打破了。那当然大家就会很好奇说，这个玩家到底是谁来的。那据我所收到的情报呢，这个玩家其实他是来自俄罗斯的玩家。那如果你们要看他的一些照片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点开他的相册来查看啊。我个人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来自俄罗斯的玩家，因为看起来好像欧洲多一点啊。这个应该是他的孩子来的。然后第一张照片是他自己本人啊，也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有钱啊，哦，兰博基尼。有跑车的，看到吗？所以他应该是那种不缺钱的玩家，就是富可敌国的那一种。至于为什么他这个账号可以打这么多的击杀，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这个账号本身就很强啊。这个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他这个账号之前就是 Fluffy Pony 的账号了。Fluffy Pony 其实玩那个账号玩了蛮长一段时间了，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他从哪里移民到哪里去。他之前在2605的时候就是跟 Chisco 一起玩了，但是在更早之前那个账号是属于谁的就不清楚了。可以看到 Fluffy Pony 在2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用这个账号了，直到后来在4个月之前他才把账号给卖掉，被这个叫 Velo 的玩家所购买了，并且继承了他的账号，从1606移民到3308，其中名字有改过好几次啦，不过改来改去也是差不多，也就是叫 Velo。 那各位也知道 Fluffy Pony 的账号呢是很强的，他的装备军器其实都算是很厉害的那一种，但是他有多少个专属铭文我就不确定了，因为 Fluffy Pony 之前是一直跟 Chisco 一起玩的，然后 Chisco 一直输 KVK 所以他的专属铭文应该多数都是从他自己购买礼包那边拿到的吧。再加上 Fluffy Pony 他之前本身就是做驻防跟集结都有担任的，所以他的装备军器估计不会差到哪里去了。所以像那个玩家继承了之后，应该也是会持续购买礼包去养这个账号之类的，所以这个账号的强度呢应该还是保留在同一个水平之上。并且各位也可以看到他这里的记录啊，就是他打了这么多场的 KVK， 他只有拿到2次的征服者之证而已，所以就像我所说的，他可能拿到的专属铭文比较少，但是如果是通过他自己购买礼包的话，可能会拿到比较多，这样大家也不感到意外为什么他的成绩会打出这么多的击杀了。那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财力的问题啦，因为如果你打这种 KVK 顶上的 KVK， 你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购买礼包，去买加速资源或者是宝石去治疗的话，你没有办法打这么长时间。因为如果像他们这种等级的玩家，在一个赛季拿到差不多300亿400亿的击杀呢，你的加速资源是肯定不够用的。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计算过，像海登在上个赛季击杀这么多，我个人推测他应该是用了2万
万到3万天左右的加速。如果是这一次这个叫 Velo 的玩家，他花的加速应该会更多。当然战损比也是会有影响到他的那个加速使用量还有资源使用量啦，但是我估计应该也不会少于3万到4万左右。那如果是正常的玩家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加速的，所以我估计有很大可能这个玩家他是已经开始用宝石在做治疗了。当然也有可能他的书包是真的有这么多的加速啦，因为大佬账号你们没有办法去猜测的嘛深不见底的账号，就比方说像俄罗斯父子啊，他每个赛季都打了这么多的击杀，而且他还用加速去训练自己部队，当然他用宝石会比较多啦，可是每当你询问他还有多少加速的时候，他每次开书包都是有好几千甚至几万左右都有。所以关于大佬的书包到底有多少的加速呢，这个我们就不要去计算了。并且那时候我推测海登的资源消耗应该有5000亿左右，如果是换算在这一次这个玩家身上，估计应该也是差不多5000到6000亿左右吧，因为它跟海登的那个数据其实没有相差太远啊，所以应该也是大概这个数目。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这个玩家他自己分享他那个数据到底是用了多少的资源，我觉得应该会很夸张也算是一个奇景。那这里我点开的记录呢，其实就是之前 Fluffy Pony 所打下的记录，也可以从这里看得出之前的号主也就是 Fluffy Pony 他表现怎么样了，而且他的战损比其实挺好的，比那个海登还要更好，差不多赚了1倍的击杀左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啊，像之前海登的话，它的百分比是142，而 Velo 它这里所获得的战损比呢是152%，是比起海登这边还要多了一个10%，就是说战损比它更好了。那同时间我们这边还是可以看到俄罗斯父子的表现呢，103%跟93%。那据我了解呢，他们好像是换了其他人啊去帮忙啦因为像之前那个战损呢，其实会比较亏一点啊，就大概不到100，甚至沃莱燕之前那个更惨啊，好像50%或者是60%左右而已。但其实这一次俄罗斯父子也是打破了他们以往的记录，就是阵亡最多的记录，你们可以看他们又在掉了一个高度，但是这边的数据好像并不是这么完整啊，我们要回去游戏里面查看。我是觉得说阵亡记录应该没有其他玩家可以打破他们这个记录了。这里的积分呢，你们要拿去换算成替5部队5分，所以总共换算下来，他们在这个赛季阵亡了14亿的战力，没有听错，14亿，一般玩家都没有这么高的战力。他是死了多少人啊到底？因为像他们之前最高的阵亡记录呢，也就大概死了10亿左右吧，这一次死了14亿是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死的，有点夸张啊。反正我是看到他们一直去打人家的城市啦，所以哇，我觉得如果真的下一次能够突破这个阵亡最高记录呢，大概率也就只有他们自己了，因为目前在国际服能够超越他们这个战力的玩家呢，其实少之又少，更别说超过15亿战力的玩家是更加少的，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玩家阵亡的比他们还要更多。但我有一些观众就跟我透露说，他们有可能不会再把自己战力提升到这么高了。但我觉得这个看他们的心情吧，因为如果像他们 KVK 每一次都是打得这么激烈的话，其实他们还是得提升自己的战力的，不然大佬打得不开心啊，打一下突然之间没有兵了。但他这样子死了这么多兵返回来呢，其实还是一样可以拿到一个20亿战力左右。然后这边你们可以查看一下他历史阵亡最多啊，这个是部队啦，你们拿来乘以10就是10亿咯，就是之前的最高纪录，所以我才讲他们这一次又打破了自己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是88的账号。那么我在之前也是有帮大家算过一个账啦，就是如果你在 KVK 里面啊，你打部队然后你受伤进医院治疗的那个费用呢，其实是比起你阵亡部队的费用还要来得更低一点呢。但不同的地方就是 KVK 它会返还兵力给你，所以换算下来，其实俄罗斯父子他这边的开销呢，不会比起他那个自
治疗还要更多，反而阵亡还可以省一些些，毕竟返还比较多嘛，50%。但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他下一次要阵亡多少的部队？他这一次阵亡14亿了嘛，如果要打破纪录的话，就要超过14亿。如果是说他之后不想再提升这几个战力，就大概20亿左右的战力呢，阵亡下来可能剩下5亿战力左右了吧，甚至更低。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在一个赛季里面打掉所有自己的战力，剩下5000万，我比较想要看到这样子的情况。而且他这个账号其实也挺勤劳的，他都已经把那个奥林匹亚之巅打到最强8组了而且是2个账号，感觉这2个账号应该也是同时在玩那个奥林匹亚之巅的。还有就是最尴尬的巴黎队长在这里啊，你们可以看到他那个历史最高阵亡记录，其实那时候他是阵亡最多的玩家，在单赛季就差不多损失了6亿战力左右，不过还是被俄罗斯父子给打败了，他没有这么高的战力去阵亡。巴黎队长的阵亡方式会比较浪费钱一点我个人觉得，因为他都是可能一边打一边训练部队，一边打一边训练部队，就是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去训练部队，就拿到的奖励会比较少一点就比方说像登峰造极去提升的话，可能可以拿到皮肤之类的。但是对于巴黎队长来讲，他也是不差钱他之前有讲过，我有的是钱，我不在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Goldfish Kim 呢，他之前也是击杀蛮多的一个玩家，你们可以看他这边的记录，因为他之前在2489那边的时候打到好像前5名的那个击杀，但是终究这边的击杀呢，还是比起这一次 Velo 打的更少，就是只能说 Goldfish Kim 呢是暂时还没有登上榜顶啦，还没有拿到那个第1的位置，把他们这些大佬给推下来，他就是一直卡在后面的那个位置就是没有办法拿到第1名像这一次的 KVK 其实他也是打得很勤力了，也是打得很凶，但是也是卡在第6名的位置。所以能够用那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账号就是万年老二。虽然不是第2名啦，就是形容他每一次都拿不到第1的那个说法，但是他其实在 KVK 里面也是打得挺凶了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击杀最高的玩家还有阵亡最多的玩家在单赛季里面，自己各位在看了这几个账号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当然治疗也是一个很夸张的数据啦，这个可能之后我们在做王国数据的时候再比较一下其他的王国。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